样吗？这样拍一遍，很正一路这样子会不吓人。拍过。这样吗？这样拍一遍，很正一路这样子会不吓人。你笑起来。乌镇，中国最著名的江南水乡，京杭大运河贯穿全境，赋予它1300多年的灿烂历史。它被誉为浙江的鱼米之乡、丝绸之府，更被誉为中国的威尼斯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树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探索这座如梦如幻的江南水乡，揭开它的历史面纱，看看是什么让乌镇享有中国威尼斯的美誉。风吹云动天不动，水天自应无分言。多彩丽颜丝不多，山高水牛心不离。雨绵绵心意，都说故事在心里。5月1售票大厅 Ticket Hall， 这张票150块钱，单进单出啊。如果住在景区内的酒店客栈，票价可以打8折，即120元。景区内有80元的青旅客栈，也有数千元的高级酒店。西藏景区的开园时间为早上9点到晚上10点。因为我是下午4点入园，又不住在景区，所以白天游览的时间就少了一些。乌镇的攻略部分，我将于影片后面分享。这里充满了这种古典的江南水乡的美感。咱们现在去打卡这一个画面。乌镇是一个有1300年建镇史的江南古镇，它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端，地处富饶的杭嘉湖平原中心，距离杭州和苏州均为80公里，距离上海140公里。这里地处东南沿海地区，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。乌镇大剧院2013年5月建成，使用是首届乌镇国际戏剧节的主场馆。这就是乌镇大剧院的一个建筑啊。一个石拱桥，小桥流水人家。对面就是木心美术馆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想到木心呢，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那一句话：不知原谅什么，曾觉世事尽可原谅。这一句话好像是他的母亲过世了，然后他有这样一番感悟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记得准确啊。这个水特别碧绿啊，而它上面的这个桥感觉有点历史感了，年代感了。它的纹理。木心美术馆，票价20元一张。这就是乌镇的一个俯瞰图啊。影片开始前，咱们先简单了解下西栅景区。乌镇位于京杭大运河的河畔，其十字形的内河水系将全镇划分为东南西北4个区块，当地人分别称之为东栅、南栅、西栅和北栅。景区内保存有精美的明清建筑30余万平方米，横贯河区东西的西栅老街长达 1.8 公里，两岸临河水阁绵延 1.8 公里余。内有纵横交叉的河道近万米，形态各异的古石桥72座，河流密度和石桥数量均为全国古镇之最。景区北部区域则是5万多平方米的天然湿地，只有东栅景区和西栅景区需购票参观，其余为免费游览。
介绍了很多的一个船只的样式啊，潮船、踏白船，还有高杆船、山船、渡船、航船、太湖船、风子船、喜船。这是不是湖南软语啊？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啊？这里就是元宝湖吧，左晃右晃的，像一个蹒跚走路的老人一样。这里是一个花灯船码头，这里好像时间定格了一般，我指的是这种建筑啊。这些船的样式挺多样的，你像另一个船的话，像一间木屋一样，像一间屋子一样。我有一朵心人为归旧梦故里，我有一朵爱落枯上将谁是印记，夜深天星夜上雨，因我热心平添热情，与眼梦相明，做一杯飘逸。轻足不轻，把木打心里，西湖酒夜马沙中你用情，我一色雨滴，醉意袅袅情，抽到最初为如个你来哪里？你都穿拖鞋都不拍到脚吗？你安度坊、玉生餐馆、通安客栈、安度坊码头、照明书院、西栅大街、锦行桥。哇，这里两边都很漂亮，你看。撑的那个手，小臂稍这样，坐在湖边饮茶，小臂这样起来，不要搭个兰花。水上集市。哇，这一幕太漂亮了，太有这种江南水乡的感觉了，完美的契合了我对江南水乡的想象。看到这些木头门啊，咿呀作响。老石炉面包房。轻轻呀，老妹妹呀，妹妹我唱歌儿把心冷呀，我俩是鸳鸯，心相印啊，一生一世把分眼前这条河流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，它的后边就是乌镇。可以说，没有京杭大运河，就没有乌镇1300多年的建镇史。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挖最早、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。大运河北起北京，南达杭州，流经6个省市，
沟通5大水系，全长1794公里，沟通南北之间的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联系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乌镇呢，就处于大运河的南端，穿镇而过的古运河，哺育了乌镇1300余年的灿烂文化。史料有载：天下舟船所及，常万余艘，田河路生喧腾，半天下之财富，悉由此路而进。河上漕船往来，千里不绝。可以看到小河两边的一些房子已经是改造成一些茶馆了，没有本地人住啊。还没出去呢。哎，就是这样嘛，防盗墙嘛，从这儿过来。很多茶馆都是琵琶、古筝现场演绎啊。这个水不仅碧绿啊，像这种有点像金枪鱼的这个小黑鱼挺多的。轻足不轻，把木打醒你，西湖九叶马萨松，你用情。这个船很有特点，它是左晃右晃，左晃右晃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有点紧张，报个命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床出来，看一下，横着照，你这个要横着照，横着拍一张吧，横着拍一张。这是全部那么。这里啊？开车能开哦，可以看到，现在即便没有包层床啊，它也别有一番风味，有一种古朴的岁月流淌的感觉。在桥上这个风景太漂亮了，久久难以忘怀啊，就流连忘返。而且这个阳光油油的洒在这个白墙青瓦上啊，然后这个水呢是碧波荡漾的，然后树影飘飘的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你看，除了古筝跟琵琶，像这里还有民国时代的一种西方乐曲啊，到处洋溢着一种俏皮的、一种避世的、一种与世无争的这种悠扬自得的氛围。你看这里，这种显然是孕育文人墨客的一个绝佳土壤啊！这些木头都是。看一下，很有年代感啊！它的这种古朴的色泽。再别康桥，我挥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它每座桥呢，它的景色也不一样。你像这座桥，它就有绿树影映啊。但相同的是，每座桥都是游人最爱停留的地方。
看一看哦，为什么呀？夕阳下的，这里有几只特别大的金鱼啊！看你老是这样，我跟你讲，知道吗？这样拍一些，很正义，这样子会不吓人。你笑起来了。哎，会放大了。看不到多少鱼，你把我手机弄掉地上。没有抢。那你不要抢。哦，这个景是挺美的。我在这里拍个照。你拍吧。你要坐在这拍吧。这里有各种的餐饮店。这里是黄卫户纪念馆。哦，是浙江桐乡乌镇人自小接受新思想、新文化，一生倡导妇女解放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哎，从这个岸的边上看，这些河啊，这些小船，又是别有一番风味啊。这里人虽然多啊，但是不会显得特别嘈杂，可能是这些古朴的桥梁呀、房屋呀，给人沉静的力量。柳树飘飘。这是云水居，这个小巧精美的。这里有茅盾纪念堂啊，茅盾伟大的文学家。孔令敬纪念馆。湖光潋滟，波光粼粼，鸟语花香。茅盾纪念馆我挺想看的，因为小时候看了一些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啊，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。曲径通幽，前面就是茅盾纪念馆了吧？这里的油烟气挺重的，反正茅盾纪念堂。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，亲爱的同志们，我自知病将不起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的心向着你们。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，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。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，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
审查我的一生的所有作为，功过是非，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，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。1981年3月14日。看一看茅盾晚年的书房，热水壶、书架、沙发、书桌、毛笔，校友家风。这有乌镇2个大字，这小朋友站在2个大字上，特别可爱。他们的理解能力真的好高兴啊！前面就是水上集市啊，脑海里一直在盘旋着一些古筝的、琵琶的这些慢悠悠的戏曲啊，被洗脑了。摇摇晃晃的包乘船，哇，这鲸鱼太大了吧！这锦鲤好大呀！你看我碰到它都不会跑的。干嘛？好，来点粮食的，来一颗粮食。哎，被小鱼吃走了。来一个粮食，来一个。对。我跟你说，他今年没两个，过来，你到哪？他到哪？过来。轻足不轻。看船掉头。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好多呛鼻的味道，其他的游客也在说，啊，这个气味真的难受。
天下第一锅，这锅我不背。同治5年1866年，在清正设三炉，专筹铁锅，1年产25000只。很应景啊！这个天下第一锅边上就有卖锅的店铺啊。现在有6点多了，天色渐暗。酱卤面馆，大馄饨20元12个，小馄饨15元20个。我们13年了，13年，都是现做现包的。啊。哎，交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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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这里等一下天黑了，它灯光亮起来，又是另一个世界啊！听说很漂亮，它夜景是值回半张票价的。床上的人很安静啊，静静的欣赏，不言语。这桥莫非是有点年代了，都是繁体字的啊！工艺不许惯于许昌酱土。这里是许昌酱园啊。哦，这里是黄豆酱。许昌酱园晒场约占360平米，内置大小，酱缸约200只，里面放置了手工酿造的黄豆酱。黄豆酱精选本地优质黄豆、非转基因面粉等原料，经浸泡、蒸煮、冷却、下料拌合、制取、成曲若干翻倍发酵成品打磨、杀菌等环节而成。你别说这条话，啊，我自己都慌。小小就是，好，好的嘛，好。通安客栈，汉末千秋，这些是中餐厅啊。没空啊，现在。这里的是咖啡馆，这是通安居，这些都是一些餐厅啊、咖啡馆啊、酒店了。冰淇淋，乌镇云冰淇淋。现在才5点48，入秋以后这个天色黑得很，比较快。乌镇味道，这些是杭帮菜吗？对，特色本地菜。啊、抓肉、鱼子这些。哦，又回到了刚才那里啊！但是此刻呢，这个茶馆的灯光亮起了，它是橘黄色的哈，点缀在这种墨橙色的一个建筑里面啊，显得非常的古色古香啊。焗烫或者焗烫。
等一下啊。是吧？跟他闹得点我。哦，可以看到这是乌镇水上戏台演出时间啊，早上的8点到8点半，它是越剧、花鼓戏，还有山跳。三兄与苏公子，我家与姑小姊妹，聪明伶俐神经对，妙龙随风常能随，琴棋耍尽皆为，我此方成君。这里还有一些新建的房屋啊，夜色降临下的乌镇啊。姊妹一生相同嘞，我以为暖不须尽诉同，女儿同宿也应该，只怪我弟弟太复杂，终于留下小姊妹。苗子高嘞，苗子高嘞啊！三兄黄来。6点了，华灯初上。哇，这么漂亮啊！这个江南流水，但是灯火通明。15年陈沅江土烧，民国餐厅花雕熟醉蟹，旧巢会河虾，鹅肝牛肉粒，民国招牌一锅鲜，太民国了，情深深雨蒙蒙。情足不情，把母打心里，西湖酒也嘛。听那个水的声音啊，波澜不惊。
排名下去。这个挺有意思的，乌镇西乍社区活动室啊，像我们村里面的老年活动室的，里面有一些图书啊，可以自费自助喝茶，免费的，还可以充电，为民服务的地方。听讲解由乌镇自动讲解器，30元一次。徽州炭烤鸡，徽州太白鱼头。诶，感觉到了晚上人更多了。这是一个临河的餐厅啊，在这里用餐应该是很舒服吧。书生炸酱凉面，现切西瓜。这里用餐环境还是很舒适宜人的，这让我想到了电影里面的古代客栈的感觉，龙门客栈。撑着油纸伞的姑娘。这是一条悠长悠长的狭窄的巷子。这个客服的右下角小房子顶上有一个客服，点客服。有几个轮胎在这里。来看灯笼，看灯笼，看灯笼。哎，对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这样。梁兆明太子同枕上书读书。这里有种宫廷后院的感觉，妃子们嬉戏的地方。对，好，对齐，看到那里，好，伞自然下低，哎，对，好，一定要把来抬点头，伞完全撑开，对你换一个方向拿，伞换一个方向，对，先扛肩膀，然后转身，对，你的脚往后踮起来一小步。哇，这里好多人在旅拍呀，拍写真。面朝我。这有种云南丽江古城即视感。屁股往这边撅。有。头往这边。对的，对，看着你这个，对，好的，往下压，抬起来一点，对，显得有神儿一点，然后你的肩膀往下压低一点，哎，对。拍照道具。好，把它放在地上。来，放大，哎，就这样就行了。一下。他点了个套餐，里面那个酱羊的没有，他就要点那个白斩鸡。来，好，哎，这个手绳子还是提着。假装拎的，假装哄别人你在你手。哎，对，这个太美啦！小仙女哦，这一下子变成了。看吧，哎，神都选免单。乌镇比我想象中要大一点啊，像这一块地方很漂亮，可惜我白天都没来到这里，只能看看夜景啊。船只络绎不绝啊，但是这个船只还挺安静的，就没有一点噪音啊。探幽。温都元帅互相礼，爱心齐日月。直接飞起。这里啊，这里啊，看这里来。对，
对，明白。那个提着小。好的，走，举报走。去前面给他拍点兔子就 OK， 走。小朋友是这样的，没办法。不过我装的挺多他好看的照片。哎呀呀！约好了。玩水。对。对，停一下。那个这样子。你看哈。双皮奶20元一碗。哦，这条河道还挺长的呀，我感觉有2-3公里呢。师傅你好，请问这条河道有多长呀？2公里啊，谢谢。走累了，歇息一下。早上6点多就出门去拍西湖了。我感觉啊，逛乌镇呢，最好是下午的2点钟左右就可以来了。因为白天的景色你可以看4个小时左右嘛，刚好呢把它沿岸的这个风光都看完了。我是4点钟才进来的，所以呢白天的时间呢稍微少了一点点，所以白天的景色只看了一半吧，有一半呢都是夜晚看的。夜晚看的话，它可能就没那么清晰嘛。如果说你2点钟来的话呢，你既可以把它白天的景色看完，它夜晚的灯光初上的感觉你也可以看完，就很充实的感觉啊。哇，这乌镇真的挺大的，走到这了，对面还有那么长呢。清醒似道。
啊，太漂亮了！乌镇值这150块钱的票价。起初我还觉得贵了一点点，我觉得可能90块钱或者120块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它白天呢也不逊色，晚上也不逊色，2个时辰的一个光景都各有千秋啊，都让你觉得特别过瘾。你过来，我们在这一桌。来，不易。这里有表演，准备放电影啦！这里是西栅露天电影，老师傅在做这个电影放映机啊。这个电缆不要拆。看不见的战线，革命电影。战争有关。注意力嘞。过去的胶片电影啊，没有字幕的，我都听不懂。那位自称是安全部的人的声音不是很熟吗？一碗馄饨，晚饭了。这一碗饿坏了。啊，是好吃的，这个馄饨是真的好吃。这个馅料还挺多的。哎，这个是紫菜汤。我已经习惯了在景区里面吃到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了，所以真的这一个馄饨特别惊艳。我现在终于理解了什么叫胡侬软语啊！刚才那一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啊？它叫烟雨唱扬州。那里的一个主持人介绍说苏州话或者说上海话的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很甜、很嗲、很美、很柔。如果你听那首歌，应该也能感受到，如果能用3个字说的，他们不会用2个字说。比如他形容一个事情很白，他们会说水水白，我学的可能不像啊，就是说像雪一样白，雪雪白，就很有意思啊，我觉得。特别是刚才那个女子啊，她的举手投足之间，就是那种怎么说呢？你自己体会哈，很甜，很软，很嗲，很柔。
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20分了哈，这个小河上的船只还是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的排成一条长龙啊！朋友们，如果你想孝顺父母啊，想要带父母出游，但是不知道选哪里的话，推荐来乌镇，这里真的是老少皆宜啊，可以给长辈留下一个很难忘的回忆，我想。乌镇的这个厕所还是挺高级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擦手纸，然后烘手机，然后有洗手液。重点还不是这些啊，重点你看啊，里面是冰块。哦，这里还提供免费的淋浴啊，景区免费提供一次性浴帽、沐浴浴、洗发液，然后在这里洗个澡就能过一夜了，都不用订房间。现在回去喽，晚上9点多了。我更喜欢此刻的乌镇啊，因为路上人已经很少了，然后它恢复了它的一种幽静之美啊。以沫要动。9点多了，乌镇人很少很少。风自云动，天不动，是天自应无分影。到彩里眼是不多，山高水牛心不离。雨绵绵心意，多少故事在心里。5月雨雨蒙蒙残阳在，8年秋无尽境。我有一朵心人无畏归旧梦故里，我有一朵爱落枯燥将谁思引起，夜深天星夜上雨，因我热心偏天设计，与眼梦相迷，昨夜被飘逸。现在8点58了，打烊了。3天了。15啥都我给你上导游介绍了。这里的店铺我感觉是景区严选的，明天再进来一次的话又要花150块钱买票，所以住在这里是很好的。我是因为已经订了，然后呢退不了。这里就是游客服务中心的接待处啊，住宿办理的。在景区内有不少的这个酒店，然后行李服务可以寄存行李的，免费。星巴克、乌镇好礼。
咱们前面说到水乡乌镇，因为河道的切割，被分为4个区域，分别是东栅、西栅、南栅和北栅。其中咱们昨天逛的西栅，因原住民迁出，规划较好，配套成熟，旅游体验最佳。东栅的特点则是沿河岸有很多的名人故居和当地的商铺，相比西栅更有人文气息。南北栅则更为原生态，生活市井气息更浓，并且可以免票游览。所以离开西栅后，我也顺带来南栅看一看。昨天呢，我们去看了乌镇西栅景区啊，那是一个购票才能进的。然后今天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它1.5公里外的南栅景区，也不叫景区吧，这是一个有居民居住的，但是更原生态的一个江南小镇吧。这里游客止步，这里应该是东栅景区吧，它是要买票才能进入的，它就挨着南栅景区啊。刚才那个是东栅景区啊，它的票价是110块钱，比西栅景区便宜40块钱。如果你东栅跟西栅买套票的话是190块钱。里面呢，区别于西栅景区，就是里面有很多会馆，比如说一些名人的故居啊、茅盾故居啊等等。凭东栅门票进入啊，这是东栅景区的景点之一。你现在东栅景区它没有严格的一些围栏之类的，它那里是茅盾故居啊，林家铺子，桐乡花鼓戏。这是南栅边上的一个戏台啊。台下呢就是门可罗雀啊，越剧选段：黄披风、双落发、拔兰花、行路过桥、花鼓。我在杭州几天啊，就是西湖旁边到处都能看到杭帮菜，里面的一个特色菜就是东坡肉啊。然后来到了乌镇啊，尝一尝。然后边上呢就是这个京杭大运河的一个支流啊，景色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个竹叶，竹叶包的。好嘞，好嘞。就我们这家用中叶包的，其他都没有的啊。是一整块很大的一个东坡肉，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。软软糯糯的，然后呢，咸度刚刚适中。离开乌镇前，我来到了京杭大运河的河畔，想从无人机的视角看看乌镇和京杭大运河到底有怎样的联系。从空中俯瞰，大运河上货船依旧络绎不绝，而江畔边的乌镇内河，乌篷船亦来来往往。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很感谢你能看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哦，这对我是很大的支持。谢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期见。